新加坡时间2025年10月14日晚间的6点整，这里是加密阿尔法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分享的内容是 CME 期货缺口。那么等一下我会从比特币的盘面看起，然后会分别介绍 CME 是什么东西， CME 期货缺口又是什么。那是不是出现 CME 期货缺口就必定会去回补？再带到传统技术分析里面，它是怎样去看这一个缺口的，然后缺口在哪里产生，对未来的价格走势有什么影响。先从比特币1小时级别线看起，可以观察到比特币在触碰到116000左右之后呢，马上回落到了接近11万的位置，最低点的话是到了109500左右。我们可以观察到11万原本的阻力位呢，现在变成强支撑位。那么这个支撑的反弹力度尚可，也正如我们的预期啊，那市场上的人还是对于比特币有足够信心的。但是市场主要的抛压是没有完全结束的，我们的贸易战也正在打响。因为今天中方表示贸易战将持续到底，因此这些抛压的话仍需要去注意。另外还要看一下机构买盘能不能继续把比特币支撑在11万以上。那比特币这一波下跌的话，也是马上去回补之前的那一个缺口，等一下我们会给大家看一下缺口所在的位置啊，因此要密切关注一下那一个点位啊。那么今天我们来到视频的主题部分，也就是 CME 缺口。其实这个理论的话，最早要追溯到亚里士多德，他提出来的自然业务真空的这个想法。就是如果现在有一个空间，你把周围里面的空气抽干，那么周围的物质、周围的空气呢，就会立刻往空间去进行填补。因此他认为自然界不允许真空的存在。那就有人把它套用在金融市场当中，认为有一个跳空的区域，那么市场就会倾向于把它回补。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基本上是由交易者的心理预期去产生回补的，其实也并没有什么逻辑可言，更没有什么道理。但是呢，经过 CME比特币期货缺口的统计来说呢， CME 期货缺口的回补率是非常高的。所谓缺口是指这个跳空的空隙，据说只要有缺口出现就会被回补。比如比特币在2023年12月4日缺口52天之后回补了之前27000的缺口，回补时间为11天。在一般比特币标的看不见这个缺口，只需要输入比特币1才能看见这些隐藏的空隙。这个比特币的代码代表着芝加哥产品交易所的比特币期货数据，也称之为 CME。那为什么跳空造成缺口呢？ CME 市场在周末和假期日期暂停交易，而其他交易所的比特币在这个期间仍然进行着交易。当 CME 重新开盘时，价格会突然跳到现货市场的最新价位，这就形成了缺口。正是因为缺口会被大概率填补，许多交易所利用这个缺口从中获利。如果价格没按预期走，他们会选择扛单，等待缺口最终回补时再获利。在比特币 CME 交易历史中，绝大多数缺口都已经被填补。21年66000高峰后大幅下跌留下的缺口随后也被填补了。再看看这个缺口被完美填补，看得非常解压。那么有缺口就代表着一定会回补吗？也不一定。前段时间有个跳空的缺口，它就没有完全被回补。还有23年的3月份的缺口和20年9600和11000的缺口也并非完全回补。我们不能因为价格有缺口就断定它一定会回补，更不能因此认为比特币将会回落到9600来回补这一个缺口。这种想法在现在来说非常离谱。实际上，缺口回补并没有固定的说法，但严格意义上来说，比特币在一般的时候呢都震荡趋势行情，只有那 20%。所以缺口回补往往是价格震荡的结果，而并不是必然的市场行为。那么缺口回补的现象在你眼里是庄家在控盘，还是交易者心理预期的体现，又或者是市场中存在某种无形的力量？最后，缺口回补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交易策略，最多只能算是额外的参考，而不是决定交易的主要依据。虽然缺口回补很常见，但并不是每次都会发生，所以在做交易决策时，不能只看缺口回不回补来判断市场的走势。我们刚刚之前有说过， CME 的话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简称，那么它是目前最大的金融衍生品交易所。如果你要在 CME 上面去上市期货，你就必须要通过 CFTC， 也就是美国商品交易委员会的批准。那么侧面证明啊，如果你看到某一个加密货币交易所它上到 CME 期货的话，就代表着美国监管机构默许它是一个产品。我可能表述有误啊，商品会更加合适。那目前来说的话，一共有4个加密货币上了这个 CME 的期货，分别是比特币、以太币、Solana 和 XRP。那我们也有注意到，通过 CME 图表来看，每个缺口的状态好像又不太一样。这边我们来深究一下，有4种价格差距的类型啊。那第一种的话叫做普通性缺口，第二个呢是突破型缺口，第三个呢是持续型，也叫逃逸缺口，最后呢就是浩劫型缺口。第一种普通型的话，我相信大家会比较常见，因为它通常会发生在价格横盘整理的区间。像去年的4月份到9月份，比特币处在一个横盘整理的区间。那么在横盘震荡的时候呢，
它就产生会非常多的缺口。大家其实可以看到，在这里断线的这些都是称之为一个缺口。不过这些普通缺口的话，基本上马上就会被回补。产生这种普通缺口，其实对于长期的大趋势来说，没有什么太大的参考价值。但是对于我们这些短线交易者来说，可能几天内的交易或许呢会有提供一个方向或者是一些参考的价值。你可以在稍微高位的地方呢去做空，然后把止盈止损点设置在这个缺口的位置，那这或许是一种交易的方式，当然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。接下来介绍一下突破性缺口。突破性缺口在突破关键阻力位或者是跌破关键支撑位的时候呢，出现这个缺口，代表着趋势要启动了。那通常这种缺口回补的几率是比较小的。像是今年以太坊在第一季度的时候呢，在这里第一季度的时候呢，出现到这样一个缺口。那这个缺口的位置，当时所处的价格是在17000到18000左右。那我们后面都知道嘛，以太坊的价格一路升至，然后到目前我们所见到这个价格，它是不太会回补到这样一个缺口了，因为我们把它称之为突破性缺口。那再来讲一下我们的逃逸，也就是持续性缺口。逃逸缺口通常是趋势确定之后所产生的一个缺口，算是趋势的一个延续。我们可以看一下比特币在去年11月份的时候呢，就产生过一个逃逸的缺口。等到半年之后呢，它才正式的填补到之前的这一个逃逸缺口。那么最终的话，我们来讲一下这一个耗尽差距。那耗尽差距的话，通常会被填补。那交易耗尽的缺口最佳方式不是推测，而是利用信息来根据模式安排退出和进入的时间。那这个耗尽缺口的出现呢，通常会代表说多头趋势正式的走弱，可能就进入到一个横盘的区间，或者有人把它视作成为一个趋势的反转。所以缺口这个东西的话，还是比较玄学的。作为新人，有一个交易所账户至关重要，使用视频下方的注册链接即可轻松注册 OKX， 解锁最强新人福利体验金的奖励。币安宇宙第一大交易所不仅可以享受最高手续费减免优惠，还可以阿尔法快速变现填充我们的钱包。XT 交易所新币上线最快交易所之一，拥有全网最高的合约返现比例 20%， 现货比例 49%， 并且我们协同了交易所开启了跟单交易，仅需要加入我们跟单交易，就可以将手上闲置资金 100% 利用起来，实现每天躺着赚钱。作为币安的战略备胎 Aster 一定要进行参与。由于第三季的话重置的邀请返现比例，我们仍建议大家绑定我们的邀请码，所有的返现都将返还给各位，绝对不更改。邀请码在视频的简介处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我们在右上角看到的 EXP， 这个 EXP 决定后面空头的多少，并且不是一次性的，只要我们量化策略一直在跑，就一直会有空头。这里的空头的话，今天我们会涉及到，所以近期呢，各位观众呢也不要忘记每天的打卡以及观看我们的视频，可以得到4000的经验值。同时呢，新手祝福如果有任务的观众老爷的话，一定要去完成，因为这些所有的经验值都将与空头挂钩。另外呢 ，SYP 的版本我们给大家再解释一下。它现在认证 SYP 的话有3种方式，一个是交易所注册，使用我们注册链接进行注册，并完成交易所充值。注意，不是充值到我们这里，是交易所进行充值就可以获得 SYP 的权限。这里呢，只需要输入一下我们的 UID 即可。认证的是 XT 交易所或者是 OKX 交易所。那除此之外呢，还有一种是开通。再者是去购买 Xcopy， 这个 Xcopy 的话将会作为后续的空头发放给大家。我们在这里先说明，如果你想要成为终身会员的话，是需要使用绑定的 SOL 的钱包来进行支付。什么意思呢？只需要绑定的钱包有100万个 Xcopy 以上即可以进行验证。那这里我们点击下去购买，会引导我们进入到这样一个网页，亲测过 0.056 的 SOL 即可以购买100多万的 Xcopy， 价值大概11刀左右。这个成本价是非常便宜的。即使你后面不想要这个会员权益的话，你也可以随时卖掉。这个 Xcopy 的话，我们正如一开始所说，会一直作为空头发放给大家。那另外呢，一旦成为终身会员解锁 SYP 的功能，我们在后方会出现一个 SYP 的专属信号群，也就是我们在每一期视频当中都给大家演示的那一个群。该群组是比特币合约信号说明，会告诉你合适的进场时间、止盈点、止损点位、具体仓位的大小，帮助大家更好的开始仓位。同样，每一次开单我们都会提供具体的收益图，在这里还是要做下风险提示，合理的运用平台指标，借以开单减少风险，但风险会一直在，投资需谨慎。